你下次不会生气了吧？宝宝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，就是对我表达的心意看得这么轻。时候开始觉得两位越来越熟悉了呢？我觉得还是拍那个吻戏吧。差不多，就是第一次吻戏，就当时其实那一场戏好像改了特别多次，就有是你在沙发上坐着，然后有是蹲着，然后有是站起来，然后最后又站在了那个椅子上。对，其实有趣的事情，我会觉得大家都在演淡定吧。但是他还垫了那个的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苹果香。哎，说什么？我跟你哪场戏不垫苹果香啊？自曝一下。进组多久后有的吻戏呢？大概2周吧，半个月左右。或者20来天，差不多。对。拍吻戏时，导演喊咔之后，两位什么反应？就懵的。现场演一下。好。可以吗，导演？就大家在掩饰自己的尴尬。情景4，苏之念和宋青春和好如初。你下次不会生气了吧？宝宝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对你，就是对我表达的心意看得这么轻，所以我一定会好好珍重它的。我错了，你别生我的气好吗？行吧，看在你认错态度这么诚恳的份上，给我倒杯水来喝吧。你不怕再吵一架吗？好好说话。你错了没？我没错啊。你错了，你的审美错了。我给你买东西了，我还错了。又要来一架，你又跟我吵架。你看吧，刚刚还说不生气了，又生气了。又生气了，好好哄。但是还是要哄，就算哄不好，哄不好也得哄。对。不踩一下。互踩。请你拉我。请问邓老师，得知跟我演戏，你是怀揣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？其实我挺好奇的，因为这个是我第一部那个什么，算是都市剧，霸道总裁嘛，就肯定会觉得，哎，这个宋青春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更多的是好奇。那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见到我本人之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？好奇。好奇，好好奇，就没有了吗？能不能走点心啊？太敷衍了。快点，好好说。就反正我第一眼见戏，也就是感觉他瘦瘦的，然后就给我的感觉其实是很贴合宋青春这个感觉的，给人看起来就是柔柔弱弱的那种外表，之后才发现是一个很有毅力的女孩子。不错，夸奖一下。最近你还有健身吗？练你的肱二头肌。有。不错。坚持。表扬。那我要刁难你一下。算了，放过你吧，先放过你，一会儿再想一想，你做什么事情会第一个想到我呢？过山车。对。就是那么高的过山车，还是我第一次坐。然后就是和戏一块做的，还是给了你很多勇气吧。我当时你很开心啊，但是就因为我的开心，有没有感染到你嘛？会吧。那如果给你一个超能力，你想拥有什么超能力？我觉得苏之念的超能力就很好啊，可以拿来就是帮助别人，这才是超能力最好的一个方式，我觉得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夸奖我的地方？我觉得就是很敬业嘛，戏好。人漂亮。好吧。其实刚刚这上面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想要吐槽的地方？好好说。吐槽啊。对。蟹其实，在女孩当中算是很难吃的。啊？但是很好的是，她自己不觉得，她吃了那么多，她不胖。哇。这是我要吐槽她的点。作为一个女孩子吃那么多不胖。就是你看到了我，那可能只是我刚刚能够塞下缝吧。好吧。对。你小时候吃什么长大的？因为我有看到就是说什么就是身高差太多这样子，所以当然我知道我也没戏了。你还可以长，你今年贵庚啊？贵庚？我芳龄啊，你20几。那还好啊，多跳绳就行了，每天跳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绳。好，可以了，会长高的。可以了。下一个问题，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？哇，那可就多了。好，我的到此为止。可以。得知就是和我一起拍戏的时候，心情是怎么样？有点忐忑，有点就是会紧张吧，因为你长得就是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帅气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怕我高攀不起，就是太帅了，真的太帅了。你对我做过的什么事印象深刻？确实有一个事情印象还蛮深刻的，就是也是在婚礼的那场戏的时候，当时不是有一场戏，我穿着很笨拙的衣服，然后我不停的摔倒，当时超原很暖，就每一条都是这样拍，然后每一条它是这样录，所以我觉得当时还是越来越有苏之念的那个派头了。苏之念就是给别人提裙子，但不是说不好，因为女孩子穿这种裙子会比较重，特别是礼服之类的吧，裙子会拖很长，对，所以很绅士，这是苏之念应该做的。很绅士。通讯录给我备注的是什么？你叫什么，我就是什么。苏之念。
其实拍戏的时候还真有备注过苏先森，然后后来就是大家出组之后嘛，就还是要回归到自己本身，就改回来了，就改成邓超元。下个问题，用邓超元造个句子，我感觉说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羞耻呢？如果下辈子转世我能成为一个男人，我一定要成为像邓超元一样帅的男人，是不是很棒？挺好的，挺好的。你是不是提前知道？这叫聪明，就是跟你差不多嘛。聪明，接受哈。接受。你接受。你最费解我哪些行为？我感觉我这个问题帅啊不吐槽吧。我好帅，就是这样，你是这样，动不动就是帅。就是他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演的那个，就比如有一些比较帅的动作，他就会帅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确实帅，好帅。我觉得挺模仿的挺像的。两个图是来一下嘛，就是一个原版，一个模仿版。3、2、1，开。帅。哇，一模一样哎。两位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场景？会议室。对的。我坐那儿，然后戏也过来，然后他就你好，对，就这样的。然后他就坐那儿，然后那个导演就让我们2个人一起，然后试一下其中的一段戏。对，在会议室里，我就记得有印象。是。理发师都忘了吧？不敢。开玩笑的。第一次打招呼如何称呼的对方？就超元嘛。就戏演嘛。现在如何称呼对方呢？邓老师嘛。我一般选就是很熟的人的话，我会叫他名字的最后面一个字，然后叫2次。他是戏演嘛，就爷爷。哎，好。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两位越来越熟悉了呢？我觉得还是拍那个吻戏吧。差不多，就是第第一一次吻戏，就当时其实那一场戏好像改了特别多次，就有是你在沙发上坐着，然后有是蹲着，然后有是站起来，然后最后又站在了那个椅子上。对，其实有趣的事情，我会觉得大家都在演淡定吧。但是他还垫了那个的。哎，你说什么？苹果香。哎，说什么？我跟你哪场戏不垫苹果香啊？自曝一下。进组多久后有的吻戏呢？大概2周吧，半个月左右，或者20来天，差不多。对。拍吻戏时，导演喊咔之后，两位什么反应？就懵的。先让演一下。好。可以吗，导演？就大家在掩饰自己的尴尬。对方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很深刻的话，重复的比较多的话，就是你吃不吃？对，我经常就是吃啊，然后就是吃啊，就最多就这样，就是2个人吃的是比较多的。那如果是不正常的，那肯定就是那种带妖精，这是不可能的呀。妖精。此时此刻最想跟对方说什么呢？都不用说了，他已经做到了，就是越来越漂亮。因为我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面了。然后就是希望就是之后呢也是越来越好，然后能够出演更多自己喜欢的角色，更多好的角色。哎，我刚刚突然脑子里有想到，我想问你的问题。如果就是说将来还有合作的机会，你愿意再跟我合作吗？愿意啊。可以，合作愉快。苏之念有超能力，但是无法对青春使用，所以才导致他的追爱路程卑微又坎坷。你们怎么看？其实也不是卑微了，为爱付出嘛，这是。我是觉得吧，就是如果是2个人在恋爱当中了，已经是恋爱关系了，然后有一方有一点就是这种行为的话，其实也是恋爱当中的甜蜜嘛，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。但你在做舔狗的基础上是要做到一点，就是不要打扰，对，至少让别人觉得不要打扰。苏宋夫妇的恋爱模式有一点反套路，颠覆了以往偶像剧里霸总高高在上的地位关系。对于这种女高位，两位怎么看呢？那是生活中体会不到的快乐，就是确实是这样。就是你看，有人给你端茶倒水，你说平时如果说自己生活中遇到了一些这样的，就不太可能会有这样的待遇吧？我是觉得，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平等的吧，2个人生活当中你肯定会让着他。